她的全家都是通灵少女，父母各自通了不同的神明之后，神明之间互相在他们身上吵架。我弟弟就问了娘娘事业上的问题，然后娘娘竟然建议我弟去看《孙子兵法》。娘娘很温柔的抱着我弟弟，她说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让我弟弟第一次感受到有这种他的努力终于有人理解了。嗨，大家好，我是肉。你相信鬼神吗？你想过跟神明对话是什么样的经验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今天这一集绝对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如果不相信的话，也可以当做故事听听看。然后在影片的最后呢，我有一个重大的讯息要跟大家宣布，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最新的神鬼经验。我有一个神奇的朋友，他就是前面2支影片来宾的这个催眠师疗愈师 Philly。 那 Philly 她不只是催眠师，她还从小就是一个通灵少女，而且不止她是通灵少女，她的全家都是通灵少女。我之前还听说看过父母各自通了不同的神明之后，神明之间互相在他们身上吵架的事情，是不是超级有趣呢？那之后我也会邀请 Philly 还有她的通灵妈妈一起来聊聊通灵家庭的故事。好，总之因为我本身就对各种神秘的事物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上个月呢，我就抱着好奇心就预约了这个跟神明的对谈。然后一开始我是超级紧张的，因为想说哇，我这种爱开玩笑的个性会不会就是被神明觉得说我大不敬，然后被天打雷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到菲利他母亲家的时候呢，就是伯母通灵妈妈本人，她正在开始进行一个请神明上身的一个动作。对，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念咒语啊，然后使用木剑之类的一些开场仪式。然后呢，神明就准备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面前的是9天玄女娘娘，不是阿汉的那一个。那娘娘她讲话非常的温柔，不像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会有很神明威严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温柔当中又带有着一种坚毅的包容，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她说，而且不会被骂或被批判。娘娘一开始就握着我的手，那虽然伯母她因为正在通灵中，所以她眼睛是闭着的，就是闭着，可是对着我讲话的，可是你却可以很确定的感受到她的那个爱跟关怀的那个能量是多么的强大。然后讲到一些难过事情的时候，哇，我真的出乎意料就是娘娘她就直接很自然的拥抱着我，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就好像妈妈一样。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那么自然、那么无条件的高频率的爱的感受，那种被支持、被接住的这个神圣的爱的感觉，真的好温暖。然后娘娘抱着我跟我说：“你是值得被爱的。”那个时候真的是瞬间眼泪很难忍。然后后来因为我是带着我弟弟一起去，我弟弟就问了娘娘关于就是事业上的问题，然后娘娘竟然建议我弟去看《孙子兵法》。然后我们 Google 了一下才发现，娘娘竟然以前在古早的时候是军事家。那我弟弟他因为创业维艰嘛，所以心理压力很大。那在人生的这种时刻，我们很需要的是被理解跟被支持。那我弟说哇，终于泪崩哦。然后娘娘也是就是很温暖很温柔的抱着我弟弟，她说你太努力了，你的抱负不要那么大，事在人为。哇，我弟也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让我弟弟第一次感受到有这种被理解、被看懂了、被听懂了，他的努力终于有人理解了，然后被疼惜的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其实往往在 3D 世界的人类父母，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的教育之下很难给予孩子的。我们能够理解父母是爱我们是关心我们的，可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可能会变成说希望你选择一个容易赚钱的行业的热门的行业，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要撞破头了就为了实现一个很冷门的理想。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也有很多很棒很棒的父母。在我们的这一个 section 之后，我弟弟其实他原本一直忍耐，他已经在崩溃边缘了，因为他压力太大了。然后在这之后，他终于有办法把情绪放松，然后也放下看开了很多。然后接下来的几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轻松自在，也踏实了许多。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在这一次的对话当中，
娘娘跟名侦探柯南一样，就是你知道翻了翻天界的这个记事本阿卡西记录吧，还发现了我们家有一些祖先辈的问题要处理。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了。如果想听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告诉你。好，然后片头呢说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这个消息呢就是我要开放1对1的聊天服务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很孤单，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孤单。我不是说大家都没有朋友哦，而是说，即使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你，只是有一些心事，你真的不方便，也不想要跟认识的人说，而且常常认识的人反而会用一些既定的印象对你的认识来回应你，然后或者只是很盲目的附和，那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理解你，然后到最后你有可能越讲越气，或者是说好，你就算情绪发泄完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事后你对于这个事件或者对于你人生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帮助，就只是噼里啪啦讲完把垃圾丢出来而已。那我因为小时候一些家庭的因素，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借由聊天来帮助身边的人，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访问影片的这个访问经验下来，很多朋友也说在经由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他们看懂了一些生命中的事情，或者是让他们感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你也不一定要来找我聊天谈心事，如果说你看了我这些介绍疗愈师的影片，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我还没有时间把它全部剪出来。那如果你在看了这些影片之后也还是不确定自己适合怎么样的疗愈方式，你也可以来跟我聊聊你的需求，让我当你的疗愈中介。那详细的预约方式可以看下面资讯栏的连结哦。好，我们下次见，拜拜。